美军 P-8A 反潜巡逻机携带 LASAM 导弹，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对付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，美国的 P-8A 反潜巡逻机突然是从日本起飞，然后呢，从东南方向绕过台湾，又从台湾海峡南边进入台湾海峡，穿了一圈。而且呢，在穿越台湾海峡过程中呢，还是靠近大陆一侧飞行，距离中国大陆这边临海就很近了。P-8A 可以说是美国现在最先进的反潜巡逻机，而同一天呢，又有卫星照片显示，台湾海峡中呢，一艘中国核潜艇正在水面状态航行。有专业人士认为这是核潜艇回厂进行例行的维护保养。因为是浮出水面嘛，很容易被人看见，然后就吸引了 P-8A 飞过来进行抵近观察。其实呢，在中国现有的对空作战能力面前， P-8A 在战时是没法如此靠近中国的，甚至在南海活动都有很大风险。那么要想执行针对中国的反潜作战，恐怕 P-8A 的实战区域不会是在台湾海峡，而有可能呢是依托日本等地在周边的重要水道开展反潜巡逻，力争呢把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堵在第一岛链之内，而且这个活动主要是在战前。另外呢，美国也希望反潜巡逻机不仅仅用于反潜，所以像 P-3那样的反潜巡逻机就可以携带反舰导弹。而 P-3系列逐渐的要被 P-8替代以后，这个能力也逐渐的会被 P-8继承。飞机换了，导弹肯定考虑也要换。这次打算在 P-8上的呢，是未来美国空射反舰导弹的主力 LASAM。美国研制 LASAM 的目标呢很明确，就是意识到了面对中国海军这样的对手，规模和能力已经是越来越强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呢，属于是令人畏惧。所以原来的作战方式肯定是不行了。过去呢，用 P-3C 挂一个 AGM-84 鱼叉导弹，反舰是可以反舰，但是射程根本不行，很容易被我们的飞机拦截击落。所以必须要有射程更远的、隐蔽性更好的武器，才有可能在中国的战斗机，不管是岸基的还是舰载的，在我们的防御半径之外开火，才有可能生存下来，并且威胁到中国海军。所以呢，根据美国的计划，LASAM 的射程经过增程之后，最多的时候要达到800-900公里，这个射程甚至可以超过了美国海军自己的战斗机对空防御半径。那么以后呢，就可以让它的飞机在中国航母编队、舰艇和战斗机的拦截范围之外，安全的发起攻击。而它的射程呢，800-900公里嘛，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，还有中国的东风10、东风100这些个能够在舰艇上、陆地上发射的反舰导弹，这些射程是没法比的。射程虽然短，但是优势呢也很明显，就是通过 B-1B 或者 P-8或者战斗机这些能够远程飞行的飞机，实际上呢，依靠飞机的航程，还有导弹本身的射程，也能够形成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。而且 LASAM 的隐身性能要比前面这些导弹好很多，对防御方来讲，发现和拦截难度就更大。所以美国那个所谓的捍卫民主国家基金会说的也是直言不讳，他们想美国更多的飞机可以携带这个导弹，能够让解放军海军在对台作战中不得不面对更多风险，从而降低解放军获胜的把握。而这种方式呢，也可以让美军把飞机部署在距离我们3000公里以外的机场上。我们当然是可以用弹道导弹打这些机场，但是3000公里以上射程东风导弹也不会像是近程导弹那么充沛。B-1B 轰炸机的行动呢，而且还往往具有明确的攻击性。而 P-8A 不一样， P-8A 日常巡逻任务就可以携带反舰导弹起飞，所以距离那么远，你都不好判断它是什么飞机，带什么弹，它的任务是什么。它可能在日常执行反潜巡逻的时候，同时也实施了战略威胁。好在呢 P-8A 毕竟不是以投放反舰导弹为主业，使用 LASAM 发起攻击呢，要么就是参与别的飞机的作战行动，一同形成保护攻击，否则呢，也就是利用射程进行有限的袭扰。而且呢，太平洋第二岛链上美军可用基地呢也不算多，所以如果我们想打的话，把这些基地端掉倒也不算特别难。而且按照惯例， LASAM 这么高调的频繁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话呢，结果就是珠海航展上我们展出了看上去很类似的型号。不过就算是将来我们也有了同样的型号，恐怕也不见得是我们反舰导弹的主力，因为我们好像更迷恋的是各种轰炸机所携带的高超音速导弹。唯一的问题呢，就是军迷们总觉得我们携带同类导弹的轰炸机太老，实在是看不惯。好，关于美军 P-8A 在中国岸边活动到底是为了炫耀什么能力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